好得很。前有西北战败，今又有晋州数千灾民涌入京都，诸位竟都是尸位素餐之辈。眼下形势，指挥使难道还欲越俎代庖？此等大事，当上奏陛下决断。陛下闭关前下过口谕，任何人不得打扰，诸位难道不知？即刻起，禁军监管九门安防，引楼卫驱赶已入京流民，遣回原籍，羁押晋州知府。不可，这些流民入京，已是九死一生，若再驱赶，恐京都生乱。当务之急，救济安抚灾民为上。哼，丞相大人说得好听，这笔银子你来出。且谁都懂，天灾之后必有疫病。大人如此体恤那些流民，可曾将陛下安危放在心上？你威胁本相！哼，其实灭族之事，本官尚且不放在眼里，威胁你，你又能奈我何？晋州知府早已上报过灾情，且其救灾与安定民心殚精竭虑，根本原因在朝廷拨银不及时，指挥使实不该此时羁押此人呐。哦，本官也未必不近人情。既然王大人为其求情，不如将其绑在晋州府闹事，任由百姓诉其罪状，与其算账。若此人能熬过10日，本官便不再追究，如何？奸佞，谢威这个奸佞必不得好死！不必在意，散朝。本欲借灾民入京，引父皇重视，又被谢威搅局。指挥使如今更冷血冷情，只怕百姓在其眼中尚且不如蝼蚁。谢威呀！谢威定不负殿下，日后披肝沥胆，为您开疆拓土。欲买桂花同载酒，终不似少年游。给晋州那边传信，着人暗中护好赵大人，万不得已可用非常手段。陛下三思，指挥使已派引龙卫前去晋州，我们的人若贸然行动，恐打草惊蛇。赵启正是为配合姑的计划，难道要姑看着他受辱而死？启禀殿下，清雪先生有请。必是商讨典籍，你二人不必跟来。说咱们几个刺杀谢威，能有几成把握？我看你是想挖陛下的心。咱们殿下文韬武略，具经验天下，如今却只能在此处主持编书，我等怎能甘心？别人不知，你我难道也不知殿下暗中筹谋？你最好消停一点，莫坏了殿下计划。谢威这个奸佞，欺人太甚！好个谢威，且等着小爷寻你眉头！谢威你个卑鄙小人，夜不能寐时，可曾想过无数冤魂前来索命？与其担忧本官，不如担心你如今落到本官手中，可会牵连他人。谁能想到呢？西北大败的主将，原是韩国公府流放岭南的小国舅一人冒充。陛下若知晓，小国舅以为太子殿下又当如何？你以殿下威胁我！当年若不是殿下怜你身世孤苦，若不是父亲惜你机敏之才，单凭你一个乞儿，怎有机会留在国公府？是如何回报知遇之恩的？殿下亲征漠北大胜，你却当朝告发父亲与漠北勾结，父亲为证清白，当庭撞柱而亡，国公府满门流放岭南。谢威，你怎可以再提起殿下？也不看看你是什么身份，竟也妄想靠近殿下。本官不配吗？却也不是小国舅如今能智慧的。若你真想保全太子殿下，该清楚如何选择。
本官更喜欢强人所难。拖去乱葬岗。大人，不用随意买了。哼，凭他也配。放出消息，就说谢威私自处决西北军主教，还将其部使荒野，任野狗分食。锋利之刃当引更多血泪，己方势力牵制，谢威这把好刀，朕还要用久一些。咱们这位陛下呀，最是喜欢玩弄人心。几位御史大人如此爱操心，送他们去西北与敌方和谈，若不成，此生也不必回京。不是还有2位将军也说本官僭越吗？便由这2位护送几位御史前去。啊，只这2位将军，再加50护卫随行，若死了是他们命不好，怪不得本官。备马。果然，殿下还是不长记性啊！那是姑的小舅舅，让开。昨夜便将人丢去乱葬岗，此时只怕早都被野狗分食殆尽。做什么？殿下以为臣想做什么？殿下为何不能安分些？安分？9年前母后不明不白死于一场大火，3年前外祖父撞柱而亡，如今又是为姑奔走的小舅舅，谢妃，姑还要如何安分？别用你的脏手碰姑！殿下如此看臣。因生来眉心便有着朱砂痣，天下人赞殿下为王朝之璧。殿下如高台菩萨，心怀天下，普度众生。既如此，又何妨多度一个卑劣的我？谢妃，别让姑恨你更多。那么，殿下恨我便好，恨一辈子。殿下既觉得我脏，咽下去，沾染我所有。尹一，送1桶热水进来，再去寻药箱。本官以为先生最懂非礼勿视，我若不进来看看，外面那几人还不知闹出何等动静。指挥使难道愿意泄露行踪？得，我逼到隔间总行吧？不是我说，你这也忒狠了些。殿下虽同是男子，也经不住如此辣手摧折。滚！不愧是指挥使大人，皇家别院何时有的地道与暗室，姑竟不知。臣以为此刻殿下更该操心其他。姑只问一句，西北战败可是你暗中所为？攘外必先安内，臣若不这么做，殿下好容易收拢来的那点军中势力，还不是为他人做嫁衣裳？既如此，为何你还要杀小舅舅？因为殿下太蠢。是吗？谢妃，为何不躲？才尝过殿下销魂滋味，臣也只好以痛相酬。不过殿下也当清楚，若你不杀死我，便莫怪臣于床榻之间连本带利讨回来。你总说殿下太过心慈手软，可若不是殿下心软，此时你早该命悬一线。多谢先生。你我之间何须言谢？小师弟是心悦殿下，可以谨守本分。老师如何忍心推他入暗渊？你师姐死于陛下之手，只留下九川这孩子。为了九川，老夫没有什么舍不得，且请全你职，这也是谢威之愿啊。
我以为终其一生，你都不会令殿下察觉你的心思。原本我也如此以为，殿下那般风光霁月，于我而言，相逢已是上上签。大抵暗渊中踽踽独行太久，总想抓住一样属于我的。唉，原来花灼灼，缘去月茫茫。既有这般执念，为何不为自己留余地？哼，当年老师赐名时曾言：谢尽天下，唯居独行。应是已料到我之将来。师兄难道不知吗？自古以来，奸佞都为成就新君第一道贤明而设。师兄何必惆怅？倒不如好好安抚殿下。上元节之后，便是他返回皇城之时。你要为殿下谋划禁军，端看师兄如何配合。本官不是刺客。哼，小张大人窥探指挥使行踪是何居心？恰本官身边还缺个教书，小张大人如此清闲，不如近身伺候。指挥使误会了，本官在翰林院上差。恭敬之中，如此事法度为无物，猖狂，实在猖狂！这太湖石不是先帝摆在御花园的吗？怎么就被谢威这奸佞弄回府中当隐蔽用啊？这是天下为人董相爷的为快的清血帖，竟如此随意挂在这里，暴殄天物，真是暴殄天物！这么些珍贵之物，谢威这奸佞能看得懂吗？怎么，小张大人喜欢这些摆设？若下官记得不错，这些都是皇家珍藏，不过些死物罢了。若小张大人侍候得好，随意挑便是。指挥使莫欺人太甚，下官没有龙阳之癖。小爷当然知道自个貌美如花，细看指挥使也是俊美风流，但小爷真不喜欢男人啊！待小张大人熟悉那些卷册。大人，小张大人乃是丞相之子，无妨。若小张大人敢有一心，拆了相符便是。小爷这是寻眉头不成，反被这奸佞逼着上了贼船呐！可是这奸佞笑得好可怕！不是吧，不是吧！小爷才第一日为这奸佞做事儿，就能参加奸佞核心议事了。小爷竟也成了奸佞，恢复后老爹怕是能打伤小爷的腿啊！周琦那狗东西今日总与本官对着干，诸位想个主意，撸了他禁军统领一职。大人所言正是我等想说的。周琦最近是猖狂了些。到底谁猖狂啊？周琦可是陛下最信任的禁军统领，尔等就这般大大咧咧说要搞他，你们奸佞如此肆无忌惮的吗？王尚书方才的点子不错，明日便给周琦府上送几车珍宝，待他收了，诸位早朝时只管弹劾。好吧，这是个癫狂的世界。你怎么敢去招惹谢威的？我好好走着就被尹龙卫发现，然后就……爹，你想想，有几人能靠近指挥使？就当我在他身边卧底好了。让谢威如何走到如今为止？你给孤为了什么？殿下难道不是同我一般10岁之位？殿下这张嘴，此刻不该说话，不如与我共舞。殿下担心我，我很欢喜。谢伟，小舅舅到底被你藏到了何处？殿下总是不信我，李萧然早被野狗啃得什么都不剩。晋州传回消息，赵启正在闹市被人救走，孤以为该是你所为。谢伟，为何你总是令孤看不清？殿下真以为我是什么好人？来呀！殿下倒是掐死我！谢伟，你是不是只知晓随地发春？臣有幸殿下这张嘴恶着。殿下忘了，臣说过的，要让殿下恨我一辈子，自是恨得深一些才好。
小师弟这般明目张胆，就不怕被人察觉？相府那位小公子，师兄可听说过？你如今还有心思注意其他人？小白兔以为跟在我身边便可传递消息，师兄不如趁机联络。怎么，小张大人昨夜没睡好，眼睛抽筋了？指挥使，请侧那里到底有碍观瞻。大人别乱看，本官不是那般随意之人。臣弹劾禁军统领周琦收巨额贿赂，早有疑心。不是，宁臣们真就这般潦草陷害人，这样也行？徐侍郎只是诬陷，本官何曾收过贿赂？本官作证，周统领近日确实勒索了本官不少珍宝。你分明是你府上的管家亲自送来，说你我皆是陛下重臣，当同气连枝。哼，统领大人莫不是在说笑？试问本官还需对你低声下气？朕信中的只你二人，谢威，你这是闹什么？陛下明鉴，臣统领禁军10多年，只忠心陛下呀。周琦府中私藏金银便有几百万两之巨，还不算其他私产，臣自然不敢再帮着他欺瞒陛下。周卿，谢威所言可真？陛下，莫信谢威胡言乱语，他这是污蔑。谢威，你可知禁军统领与朕有多重要？臣正是清楚，这才更为担忧。我二人如今的一切都是陛下赐予，臣得来的金银都上交陛下司库。周统领私藏数目之巨，谁知他背地里还有什么心思？不必再吵，你二人先退下。谢威自去隐龙卫暗堂，并鞭刑30。指挥使因何受伤？去京郊万寿院。素闻指挥使在京郊豢养了成千上百猛兽，传言这是真的？咱们大人不喜金银珍宝，若真说什么喜好，也就与这些猛兽亲近些，因而建了这万寿院。好似这坚定真的两袖清风一般，但是这豢养猛兽也需要大笔金银，好吧？下官好奇，还有谁能令指挥使受伤？虽然周琦还莫与受贿为真，但陛下心中，咱们大人到底少不了僭越之嫌，必是要罚。所以这事儿真成了？自然，等着看吧。不出3日，禁军统领便该换人了。到底是小爷见识少，还是这世道真的癫狂？谢威这法子分明漏洞百出，陛下还真信了。哼，小张大人如此惊讶多深，早说了，咱们大人向来行事磊落。这是磊落的问题吧？果然朝堂是谢威这坚定的一言堂。这些猛兽只对大人如此，小张大人莫轻易靠近。尹爷大人可听到了？好似有甲胄金戈碰撞之声。小张大人想多了，便是有金戈之声，也是隐龙卫为大人驯服猛兽弄出的动静。小爷怎会听错？分明就是兵戈之声。难不成谢威这奸佞还敢有大逆不道的心思啊？小张大人还等什么？快跟上！想不到殿下也有做梁上君子之癖。孤意不曾想到，指挥使也有如此狼狈之态。修道20余年，陛下早已喜怒无常，殿下最清楚，不是吗？殿下手稳些，若不然，这玉佩的主人可就没有臣这份运气了。当年你住在国公府，外祖母也曾慈爱待你。谢妃，你竟用国公府其余人性命威胁孤。身为佞臣，总要多些保命的筹码。殿下还是嫩了些。你少时辗转飘零，机缘巧合被孤救下，后又送你去学习课语。孤知你心中诸多不平，然你也不可将万千黎民置于水火之中。西北战败，便等于没了对戎狄的防线。万千黎民与我何干？殿下打出生便在富贵锦绣乡，我却受尽欺凌。臣没有殿下那般慈悲，于臣而言，只有我负天下人，不可天下人负我。孤与你也算有恩，可你先是罗织罪名诬陷，后又强制于孤，上一回更是卑鄙为了孤那种样。谢妃，你怎就成了如今模样？既知我不择手段，殿下怎还敢孤身送上门？谢妃，你背上有伤，不要命！可臣更想看殿下因我而疼。
果然，殿下这权不说话是最甜。谢薇，姑越来越看不清你了。殿下又何尝不是与我隔着云端？别人不知，臣却知晓晋州流民如今乃是殿下所为。若说殿下只是想借流民之苦警醒陛下，臣万万不信。引龙卫已由你指挥，如今又谋划禁军统领一职，还将丞相之子居在身侧。谢薇，你想篡位？世间男子哪个不曾想过兴掌天下权，醉卧美人妻？可你这般不顾社稷安危，无视万千黎民，且还如此招摇的骄奢淫逸，即便得到至高权力，又能维持多久？怎么，殿下这是想拉拢臣为你所用？单是诬告外祖父，害得国公府流放，孤与你便再无曾经，更不提还有杀害小舅舅之罪，孤与你止于不共戴天。你既想争权夺利，便该知孤是你最大的对手，为何还要如此？谢薇，你对孤，可也有呢。若孤求你，你可愿再派兵前往西北镇守？殿下何必担忧？殿下心有沟壑，我亦不敢忍下，你我各凭本事罢了。与其操心这些，不如珍惜当下，翻滚于花间的销魂滋味，臣已向往。那殿下可收到西北的新战报？谢妃竟与戎狄人勾结，他这是与虎谋皮。殿下要的是百姓安稳，且不管谢薇如何做到的。总之，如今西北并未再生乱。至于小国舅，他的打法确实激进了些。若谢薇连这都察觉不到，又怎能这般快掌握引龙卫？那他也不能杀了小舅舅。殿下又怎断定小国舅真的死了？咱们的人在乱葬岗寻了几日，可曾找到一片衣角？所以，谢薇还是不信我。殿下被誉为王朝之璧，陛下却已慕名。您若还锋芒毕露，若殿下当年听劝，不去北京流民，又何至于此？天灾频发，国库空虚，父皇却沉迷修道，以致民不聊生。所以臣才支持殿下破而后立之筹谋。如今殿下不在朝堂，朝臣大都阿谀奉承，或明哲保身，有个谢薇快刀斩乱麻，未必不是幸事。可先生也该知道养虎为患的道理。无论逼宫或破而后立，殿下都免不了被天下人与后世指摘。有谢薇行逆举，于殿下的将来百利而无害。先生难道舍得？就孤只想，当年先生即使疼爱谢薇这个小侍女，生而为人，总要有所为有所不为。殿下又怎知谢薇不是心甘情愿？唉，已将世界等微尘，空里浮花梦里身。谢薇何曾为自己留过退路？相府这小公子有趣的紧，还真给我们传递了消息。谢薇竟也有如此疏漏。眼下周琦被问罪，新的禁军统领还不曾真正取信于陛下，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的道理，谢薇怎会不懂？且不管他用心如何，既打算迎殿下回朝，我们便抓住这个机会。主持编书几年，太子行事越发稳重了些，不错。有刺客护驾！查清楚了。殿下知晓了我们的计划。引龙卫中混入了2名死士，目标是太子殿下。卧榻之侧，岂容他人酣睡？还有一事，那剑上有毒，您9岁及时封锁大人经脉，最多也只有3月的时间。我这身体本就中丹毒一身，又何妨多一种？属下已派出兄弟们寻找解药，还请大人为兄弟们斟酌。别人不知，你难道不知道陛下那些丹药究竟是什么玩意儿？哼，难怪文武百官怨声载道，这人还真是奢靡无度，丝毫不知收敛。殿下打算这般做到地老天荒？孤不明白，你既是冲着孤来的，为何又要为孤挡箭？殿下想多了，臣是护驾。哼，分明是你布下的杀局，临到头却又反悔。谢薇，你究竟是以身入局，要孤欠你一回，还是你不忍孤伤到分毫？若说我布下假局，只为成全殿下救驾之功，以松懈陛下防备，却被陛下利用，殿下可信？引龙卫尽在指挥使掌握，你在耍孤娃儿。说了实情，殿下却不信。
不管殿下信不信，此次回朝之后，还请殿下谨慎再谨慎。那是孤的父皇。然殿下也总记不住，天下从来都是先君臣后父子。当年国公府惊变，还不够殿下清醒与警醒？住口！你怎配提国公府？既然殿下不长记性，朕只好用其他法子教你。谢妃，孤心软，却也不是被你这般利用的。陆九川，你他妈的畜生不如！老子身上还有伤。胸口开出荆棘之后，如此模样的指挥使更诱人。小张大人这时作甚，请进。真的是先生给小爷传信。事实证明，在下的传言属实。谢威这奸佞果真欲对殿下不利，今日为叫他得逞，先生还需要多加防备。幸好有小张大人传信，殿下才躲过一劫。先生不必客气，若不嫌弃，唤我青青便可。青青？对，家中人都唤我表字。为何同是唤字，此文先生唤出来，小爷的心都要跳出来了。爹娘想要女儿，此奈只有我们兄弟三人。为哄娘亲欢喜，爹爹就陪我取了这个字。青青，很好听的。别叫了，下有孕了。但今日之事也有诡异之处，怎的最后谢威又为殿下挡箭呢？青青的心思还真是细腻。那依青青之见，谢威为何如此？必定是谢威担心殿下回朝后威胁他如今地位，才会临时以身入局。也有道理。不过先生也不必担忧，我跟在谢威身边，也不是没有收获。哦，谢威应是在外面养了人，若是殿下能抓到此人，自是可以令那奸佞投鼠忌器。青青怎如此可爱？先生说我可爱啊！谢威伤势可还好？应无大碍。不管如何，你二人都注意些分寸，莫等将来后悔。传信晋州三地，起事吧。启禀殿下，8败李家集，晋州3地兵变。启禀殿下，晋州灾民先抢夺粮食，后纠结队伍叛乱，朔州与冀州随之响应，汉军如今已有几万之众。陛下，此为民乱，朝廷应先赈济流民，同时派出钦差与叛军和谈。丞相大人耳背吗？叛军已有几万之众，如今赈济灾民还有何用？启禀陛下，臣以为当派兵平乱。太子以为如何？若派兵镇压，只怕会引来更多民乱。而臣为储君，愿代表朝廷前往晋州与叛军和谈，而后父皇再定赈济灾民之策。君子不立危墙之下，殿下不可冒险啊！朕倒觉得太子所言不错，如此时刻正当为父皇分忧。